然后呢，今天咱们的一个正题，就是这个吹牛的成分啊，这个汉曲线啊，看那个收益曲线啊，这些个人介绍完了，就跟大家讲一讲干货啊，讲一讲干货，因为大家要来，不是说来捧老师的场的啊，大家来还是要想学到东西，还想获得东西的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盈利仓位的收益锁定与放大策略啊。第一点就是投资者核心痛点啊，大家去回顾一下自己的核心痛点是不是这样的？持仓盈利后面临回调不敢拿，对吧？怕回调，所以就赶紧卖掉，是不是？然后怕卖飞舍不得卖，就比如说我已经赚了10%、20%，但是我感觉后面它可能还能涨。我不是舍不得卖，但是呢，这一舍不得卖，有可能它就出现拐头了啊。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是咱们的股票账户盈利中，大部分的投资者的一个心理活动啊，或者说也是一个痛点。那我把它归结起来的话啊，就是我在我的投资生涯中啊，我总结出来这几种股票账户盈利的话，其实是有2种方案的。第一个，如果你继续看好行情，那就对应的就是怕卖飞嘛，对吧？继续看好行情怕卖飞，那这个时候呢，可以买入汉涨策略，安全加杠杆啊。至于怎么说什么是汉涨策略啊，我们的买入股票也是汉涨策略啊，然后那个买入汉涨啊，或者说其他的也是汉涨策略，你只要是抄底都叫汉涨策略啊。然后至于我们是采用什么样的，我们在本周五揭晓答案啊，揭晓答案，这个是叫安全加杠杆。第二个呢是怕回调不敢拿，那怕回调不敢拿，那你就是锁定收益咯，对吧？这锁定收益的话，我们给出的建议就是卖出股票，买入汉涨策略啊。这里面买入汉涨策略啊，这里面可能时间比较紧张，因为课程都是今天临时新鲜出炉的啊，做了4个多小时做的这个课件。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具体的一个应用啊。继续看好行情，那就是说怕卖飞，对吧？那我们的给出的一个建议就是用低风险的汉涨工具替代部分股票仓位，在不增加本金的前提下啊，这里面你即使再看好，我们的建议也是你不要增加本金啊，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好多次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A 股是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叫杠杆牛啊。那个时候呢，我认识的一些投资者，包括我自己当时做的一个资管账户啊，差不多一开始做的时候是500万，然后呢很快盈利了60%，大概是300万的样子，到了800万。那个时候呢，因为加杠杆很容易，然后我后面就想办法去把杠杆加到了1000万啊，然后1000万很快也赚了啊。大概是到2015年的6月份的时候，其实整个账户的收益已经到了2-3倍了，就是本金500万的话，收益已经到了差不多有1300多万，就是接近3倍，但是不到3倍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整个账户呢是2000万不到1800万左右啊，我记得很清楚。而且当时跟着我一起做的有很多的一些投资者朋友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叫盈利加仓一把亏光啊，盈利加仓一把亏光。然后最终呢，我那个账户管理的那个账户在那个2015年最高的时候做到2200万，然后也是在不断的增加本金的一个情况下，本金后面增加到加上那些杠杆的资金啊，就再加上盈利的资金做到2200万左右。但是呢，在那个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2015年的6月份之后，股灾就来了，所以就一下就出现了一个叫福音加仓一把亏光的一个情况，就导致那个账户不光是盈利没了，那个本金还受损了啊。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不管你多么看好行情，你都不要去增加本金啊，你都不要增加本金。这个是格雷森老师给大家的第一个忠告啊，
就是你不管多么看好行情，你都不要增加本金，除非你的投资逻辑以及经历了市场3到5年的一个检验啊，3到5年它有上涨行情，有下跌行情，有横盘行情，你都能获得你自己认为还满意的一个收益或者说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你甚至你可以全职去做，你也甚至可以用你的身家去做啊。在没有达到这种稳定盈利、所向披靡的这种情况下啊，我的个人的建议啊，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增加投资本金啊。那我们给出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你又不能增加本金，对吧？然后我的账户我又看好它，对吧？那怎么做？这里面我就给出了一个方案：持仓盈利加看多行情。第一步就是卖出账户里面20%到50%的持股，对吧？然后第二步用本金的10%买入长期看涨工具啊，这个大家都能看得明白吧？因为我把这些步骤都，或者说这些文字啊都把它简化了。但是虽然它做起来，或者说我们如果真正的把它要把它详细的写的话，可能要长篇大论，可能几百上千个文字啊。但是我都把它给它大概化了，你精炼化了。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的账户本金是100万，或者说是50万，或者说是10万，买入股票后盈利20%，我也不管你买的是什么股票，英伟达也好，因为腾讯也好，或者说特斯拉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股票也好啊。如果你继续看好行情，那我们的策略，我们的建议就是卖出50%的持仓，即60万的股票，对吧？买入本金的10%，是不是说你账户的10%，是本金的10%？你本金是100万嘛，对吧？即10万的汉涨工具啊，那你的持仓就变成还有60万的股票，对吧？然后还有持有10万的汉涨工具，对不对？有50万的现金，是不是？那你的账户现在的总资产是120万，跟你满仓持股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持仓它有什么优势呢？啊，这里面就揭晓答案。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你看好的这个股票再涨了10%，对吧？那我们的持仓会变成什么样？首先，我们的60万的这个股票涨10%的话，是变成66万了，对吧？我们的10万的汉涨工具，因为这个汉涨工具，我也会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它的杠杆是几乎来讲是5倍到几万倍都有的啊。我们这里面也不说选的倍数很高的，你就选个50倍到100倍的啊。所以你只要股价涨10%，这个汉涨工具大概率会涨到50万或者100万的啊。这个是经过很多人或者说很多的检验的，不是说格雷总老师今天在给大家在这里画饼或者吹嘘的啊。它是大概率能涨到50万到100万的。然后可能有人会问，如果它没涨呢？没涨的话，它的亏损是有限的，最多亏这个10万块钱。所以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工具是不是非常有效果？就是说它涨了的话，它能够涨5倍或者10倍，甚至是100倍，甚至是1000倍啊！大家不要认为不可能。等我周五给大家揭晓这个答案的时候，而且给大家看实例的话，大家就可以发现，格雷震老师说的还说的保守了啊，那它的最终的结果啊，我们还是按股价再涨10%这个结果来看。股价再涨10%，如果我们没有用这个替代方案，就是持仓不动，对吧？120万的股票持仓不动的话，那这个总资产就变成132万，对吧？120万乘以10%，1.1嘛，对吧？那就132万，那你的总收益就来到了32万，对不对？就是32%，这个收益其实也很不错了。但是如果用替代后，你的潜在的它的优势是有哪些啊？我给大家一一来讲明。首先，你的持仓这个股票这个就变成66万了，对不对？然后你这个汉涨工具变成50万到100万，我们就取中间值，比如说75万，对吧？或者说我们取个最下限的值50万，然后再加上你账户里面剩余的50万现金，那这个就是变成了166万，50万的汉涨工具加50万的现金加66万股票，你的总资产变成166万。大家发现没有？
股价是涨了10%，但是你用了替代工具之后，你的收益差不多翻倍了。你之前的收益只有32万，但是用替代工具之后，你的收益变成了那个66万，66万啊，你的收益。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效果是不是？如果继续看好行情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好。那这同样，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如果事与愿违，就是你看好这个股票，这个股票没涨，反倒是跌了10%，那怎么办？那如果你没有用替代方案的话，你的股票跌了10%，那就是你的120万的股票跌了10%的话，那大概就只剩下108万了，你的收益只有8万块钱了，是不是？收益只有8万块钱了。然后用了替代方案呢，你这个股票60万的股票就变成了那个54万，然后这个10万的汉涨工具没有了啊，10万的汉涨工具没有了，因为它全部亏完了，因为最多就亏这个亏10万嘛，我们就算它剩了一个就归零了，那你这还有54万的股票加50万的现金，对吧？加50万的现金，那你整个账户还剩下104万啊。那如果再夸张一点，这个账户又跌了20%呢，对吧？又跌了20%怎么办？那就60万这边就跌了20%的话，那就是变成48万，然后再加上50万的现金变成98万，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没有做这个替代方案的话，你120万亏20%，你是要亏24万的，你的账户里面只剩下96万了，对吧？然后我们用了替代方案的话，你的账户里面持股是48万，然后你还有50万的现金，你可以随时去补仓的。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替代方案的优势是不是在涨的时候它涨得更多，你的收益更多，在跌的时候你的风险更小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情况，就是你这个时候怕那个后面会回调啊，对吧？回调，然后你的利润回吐嘛，是不是？这个地方，所以你就想落袋为安，对吧？这里面我们总结为叫锁定收益。那用我们的这个方案，替代方案是怎么样的呢？卖出股票，用长期汉涨工具替代股票仓位，既落袋利润，又保留了后续上涨的获利机会啊。那我们也是2个步骤，持仓盈利加落袋需求。第一步，卖出全部的股票啊，或者卖出大部分，至少是要80%以上的股票啊，卖出大部分的持股。第二步，用本金的，那既然是本金的话，那就是100万嘛，10%以内买入长期汉涨工具啊。还是举例子，账户本金是100万，买入股票后盈利20%，继续看好行情，卖出全部持仓积120万的股票啊，然后买入本金5%，100万的本金嘛，5%积5万的汉涨工具。那我们的现在的持仓变成什么？5万的汉涨工具加115万的现金，对不对？5万的汉涨工具加115万的现金。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替代方案做了之后，我们的这个账户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账户如果股价再涨10%，对吧？股价再涨10%，那我们的这个持仓会怎么样？115万的现金啊，我们不用算它的利息啊，那它还是115万，这个是没动的，或者说你把它取出去了都没关系。然后5万的汉涨工具，我们刚刚都说它起步可能都是5倍到10倍的一个杠杆，那我们就取一个它的最低的啊，25万到50万的一个收益。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股价再涨10%，如果我们不用这个替代方案，落袋为安后，你的总资产，账户的总资产啊，因为你把120万的股票全部卖掉了嘛，你的总资产是120万嘛，是不是？但是替代后呢，你的持仓就变成了115万的现金，对吧？再加25万到50万的汉涨工具，大家可以算一下，大概你就可以获得，我们就用25万算的话，你就140万，对吧？140万的总资金，那你的收益也达到了40万，是不是？那
如果它跟你的那个预期是一样的，就是你一卖出啊，因为你可能你的水平比较高嘛，对吧？一卖出它就卖到了顶部，它后面就下跌了。那这个时候你全部落袋为安的话是120万，对不对？你如果用了这个替代方案的话，因为你的115万的这个现金已经到了自己的口袋，就是说你至少已经锁定了15万的一个收益，是不是？因为这个5万的汉涨工具，它最多就亏这个5万，它不会再给你说还有多亏的。我从5万亏成了50万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它跌到地下去啊，跌惨了，你始终都还有115万的现金，你就锁定了15万的收益。所以我们发现没有，就是在锁定收益用了替代方案之后，我们的这个效果啊，也比这个我们单纯的持有股票的效果要好得多啊。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2个这个方案啊，就是持仓盈利仓位的收益锁定与放大策略啊。放大策略就是第一个啊，继续看好行情，这就叫放大策略。第二个呢是叫锁定收益策略啊，锁定收益。但是如果它继续涨的话，你还是可以放大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今天的主要内容啊，今天的主要内容呢就差不多就这么多了啊。